小学毕业后20年，我被拉入了一个群。群公告：请于7天后参加丁荣平的葬礼，地址星光小学。1. 请为他准备一份生前喜好的礼物，否则死。2. 不来的人会死。3. 不在本市的人，请于3天后前往本市，否则死。4. 在本市的人，请在第5天不要穿白色。5. 请独自参加，否则死。可是我的记忆里，丁荣平老师20年前已经死了呀。看着微信通讯录中心出现的用一棵薄荷草作为群名的群，我只能联想到又是某个忘记拉黑的中介或者推销把我拉入了什么抢购群。正准备退群拉黑，群里却来了一则让我不得不关注的消息。群公告：请于7天后参加丁荣平老师的葬礼，地址星光小学。1. 请为他准备一份生前喜好的礼物，否则死。2. 不来的人会死。3. 不在本市的人，请于3天后前往本市，否则死。4. 在本市的人，请在第5天不要穿白色，否则死。5. 请独自参加，否则死。这是什么新型恶作剧吗？更何况丁荣平老师不是20年前就已经死了吗？我点开群名单，发现群主的头像是纯黑色，名字就和群名字一样，一棵薄荷草，总人数28人。试了一下，无法添加好友，也没法在群里发言，担心是什么黑科技，正准备直接退出群，这时群主又发了一条消息：已进群者视为必须参加者，不受群限制，但受群公告限制。欢迎7天后大家准时参加葬礼。我开始犹豫该不该退群。滴滴通讯录多了一个小红点，点开一看是发小唐凯，因为同一个村的原因，他是我现在唯一还在联系的小学同学，他也在群里。老王，那个群怎么回事？丁荣平不是当年就已经死了吗？众目睽睽之下，不会是他变成鬼回来复仇了吧？唐凯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焦急和慌张。我勾了勾嘴角，你想多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鬼，只有人的恶作剧。显然我的话并没有安慰到唐凯，他依旧喋喋不休地给我发着语音：兄弟，冷静点，你要害怕就按照群通知做。我是一个剩下没多少日子的病人，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些闲得蛋疼的恶作剧上。不过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按照群规定准备了一份礼物，一本泰戈尔精选诗集。忙碌的日子要过，苟延残喘的日子也要继续，我每天要和各种药剂做抗争，没空过度关注这件恶作剧的后续。那个没有被我退出的群似乎也没有了新的动静。第4天傍晚，群主又发了一条消息，是一张图片，图片内容非常的血腥，一个圆润的胖子血肉模糊的躺在货车轮子下，脑袋侧滚在他的脚边。我正在思考这个人是谁，唐凯就打来了电话：老王，不好了，出大事了，李强死了，就是群里那个，他就是李强。我努力地从我的记忆里寻找关于李强的记忆，却记不起丝毫。李强是谁？为什么会死？车祸和那个群主有关。李强一直在北京工作，他也认为有人恶作剧不想回来，没想到酒喝多了，自己往急速的货车上撞，当场就死了。我想起了群公告：不在本市的人，请于3天后前往本市，否则死。我正要安慰唐凯，这一切可能都是巧合。滴滴滴滴滴滴，接连着一串群消息弹了出来，全是各种意外死亡的血腥图片，而群里的总人数已经变成20人，只是1天就死了8个人。我知道这已经不是能用巧合能解释的事了。还有3天就是约定的时间，我早已没有了把恶作剧不当回事的心态，认真执行起来群公告。在第5天的时候，全身上下包括内裤都避开了白色，毕竟今天是那位的生日，这天他最喜欢穿白色。可是8个人的死亡依旧没有唤起一些固执者的心。群里又死了2个，一个是女同学2婚，老公是头婚，她不想办婚礼，但老公想要，她只好为爱穿上了洁白的婚纱。结果在下婚车的时候，裙摆被车门夹住了，那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等人驾驶就自己以120码的速度疯狂前行，女同学直接被拖死了。另一个是语文老师李文斌，我记得我们以前喜欢喊他黑嫖客，因为他喜欢穿一身黑，开一辆黑色的面包车。据说他是因为偷情的时候，情妇把一块白色的毛巾围在他的眼睛上玩来抓我呀的游戏，一不小心摸到了窗户玻璃边缘，偏偏那块玻璃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负重不堪，语文老师一个飞扑下，直接摔下了18楼。看着已经准备好的泰戈尔精选诗集，我有些烦躁，又重新在网上选购了一个精装的泰戈尔诗集，同时让医生提前给我调整药剂和身体状态，准备全力以赴地参加2天后的葬礼。最后一天的时候，唐凯决定来我家和我住，明天正好一起去星光小学参加葬礼，我没有拒绝。正好我的出行需要人协助，而唐凯也知道一些我的身体状况，是最好的陪同人，也正好他也是参加葬礼的人之一。咦，你的病好了？现在看起来你的精神气真不错。我笑笑没有回答。哎，老王啊，也就你这样的经济实力才敢生这样的富贵病。晚上等家里的阿姨和护工离开后，我和唐凯聊起了一些往事。老王，我们要不报警吧？唐凯的眼神很认真，我依旧从他的细微的表情中读出了内心的不确定，或者说不愿意。他期待有人能优先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我没有如他的愿。不行，你忘记当年了吗？离满20年还有3天。
我们报警了，警察一定会重查当年的事的。你忘了一直不放弃追查真相的秦警官了吗？唐凯听后讪笑一声，也是，我现在可不能和什么刑事案件挂上钩，影响我儿子以后从政。之后我俩都陷入了沉默。老王，你说当年要是我们不参与霸凌丁老师，唐凯欲言又止，但我明白了他想说的。丁荣平，我们的思想品德老师，她一生行得端坐的正，似花娇艳似水温柔的姑娘，却教出了一群畜生不如的学生，而这群学生现在混得风生水起的。叮咚叮咚，我们准备去睡觉的时候，大门处传来了门铃声响。这么晚了，谁会来找你？唐凯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恐慌，举着水杯的手都在不自觉地颤抖，整个人犹如惊弓之鸟。显然他以为我们也触犯了什么不知道的规则。我单手向下压，示意他保持冷静，独自走到大门处，从可是那儿才知道来人是王超越女友的妈妈张丽音。阿姨，这么晚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张丽音没有说话，只是举起手机给我看。她也在群里。我和她只见过一面，我和她女儿也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自然也没有和她加过联系方式。不过她是怎么知道绿色草地头像是我的？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也在群里的，还是我从我女儿手机微信好友中看到的？这个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些图片中的人真的死了吗？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啊？小王啊，张丽音虽然50多了，脸上除了眼角的细纹，其他地方丝毫看不出年龄的痕迹，再加上说话即使恐慌也是温温柔柔的，让人产生保护欲。小王啊，你看阿姨今晚要不就住下了，明天和你一起去怎么样？这件事我也不敢让我女儿知道。贴着假睫毛的眼睛扑闪着看着我，我倒是不建议，只是哟，老王艳福不浅呀。看我迟迟没回去，唐凯跟了出来，看到张丽音一瞬间眼睛就亮了。别胡说，这是我前女友的妈妈。那你也艳福不浅，阿姨女儿一定漂亮。听了唐凯的话，张丽音露出娇羞的表情。我们一身黑的准备出发，但当我去书房拿准备好的礼物时，却发现放礼物的位置被人挪动过。我的书房一直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包括我的护工，就连打扫都是我自己亲力亲为。唐凯和张丽蓉会是他们之中的谁？他们为什么要动我的礼物？只是看看，还是调换了？他们是如何肯定我就会送出丁老师喜好的礼物呢？小王呀，你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啦？我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冷汗，张丽蓉拿着帕子紧贴上来帮我擦。没事，我只是想到自己准备的礼物可能不会如丁老师的意，有些担心了。两人之中肯定有一人是碰过我礼物的，我不敢直接当着面打开礼物包装，更何况对我而言，左右不过都是死。想到这儿，我反倒冷静了下来，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看看这场葬礼。我们3人决定开车去，我的身体不好，张丽蓉是个女人，开车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唐凯的身上。一路上看我都不怎么说话，唐凯以为我还在担心礼物的事，开口安慰：哎，你要是都想不到丁老师喜欢的礼物，那我们准备的就更不可能是他喜欢的了。毕竟你当初是和丁老师走的最近的学生之一，所以这就是你换我礼物的理由吗？即使知道很有可能是唐凯换了我的礼物，我也没有点破。很快我们3人就到了星光小学。小学不大，围墙上写满了画着圈的拆字，破破烂烂的，周围更是没有了人烟。相信过不了多久，这里要么是一条宽敞的大路，要么就是一栋崭新的楼盘。小学的大门在水泥路的端口，路不宽，路边有一个画着薄荷草的指示牌，上面写着请携带礼物，步行前进。我们一直步行走到尽头，才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魁梧男人站在校门口，而他的脚边躺着2个人，不，应该是说躺着2个半截身子。张丽蓉吓得花容失色地向我扑来，我眼疾手快地错开，她只好又扑到了唐凯的身上。3位，请交出你们的礼物。黑衣人让我们按照顺序把礼物给他检查，第一个是唐凯。就在唐凯颤抖着手把礼物交上去的时候，张丽蓉拉着我的衣角，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小王，你可要感谢我。昨晚唐凯换了你的礼物，幸好被我看到了，等他睡了我又偷偷的给你换了回来。你就没想到拿我的礼物吗？张丽蓉抿嘴偷笑，我和丁荣平老师以前可是老搭档了，会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通过，听到通过2字时，唐凯扭头抱歉地看着我，而黑衣人拿着的礼物正是我准备的那份泰戈尔精选诗集，当年在丁老师宿舍看到的书。张丽蓉一脸这就能被他蒙对的表情。第2个就是我了。通过，听到这声通过的时候，还没有走远的唐凯错愕地回头看着我，似乎不相信自己准备的礼物居然也是丁老师喜欢的。我对他只是笑笑，就随着黑衣人的指示往前走。毫不意外，就如张丽蓉说的那样，他不可能不知道丁老师的喜好，也很顺利地通过了。等我们来到指定的教室时，群里的人只剩下16人了，包括群主。教室已经被布置得像灵堂一样，挂满了白色和黑色布花，原本的黑板位置也变成了放一照和花圈的地方，唯一不变的估计就是教室里依旧放着当年的桌子。教室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但我们彼此都不怎么熟悉。倒是唐凯发挥了自己大大咧咧的性子，不管熟不熟都拉着聊了上来。小王，群里的人又少了，
张丽蓉的一声高呼，原本轻松的氛围一下严肃了起来。操，这他妈到底是谁在恶作剧啊？你们看到没？刚刚校门口的2半尸体，我估计也是假的。说话的人声音高昂，一副老子说的就是对的。你们忘记了吗？你们对丁荣平老师做过的事。我站在教室的中间，环视着眼前的这群人，试图从他们的眼中找到破绽。20年前，丁荣平老师就是站在这里，被你们逼得用美术刀割破了喉咙，一跃而下。想到那一幕，我浑身都起满了鸡皮疙瘩。因为我的话，教室里的人脸色变得或是阴霾，或是冷漠，或是麻木。滴滴滴！就在这时，所有人的手机都收到了群消息。恭喜剩下的16名朋友抵达葬礼现场，现在关于丁荣平老师的葬礼正式开始。为了庆贺丁荣平老师得以瞑目，我们玩几个游戏庆祝一下吧。第一个游戏讲秘密，每个人要说一件只有自己知道，但别人不知道的和丁荣平老师有关的秘密，由其他人表示知道或不知道。如果超过3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会死。对所有人的秘密都表示不知道的人会死，所有人的秘密都知道的人也会死。1. 不要编造。2. 不要说谎。3. 不要试图离开。4. 不要扰乱游戏秩序。既然是秘密，这个群主又是如何知晓它是不是编造的呢？既要说秘密，又要至少有1人知道，但又不能超过3个人知道。谁都不知道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后会有多少人知道，这样大家只能把自己埋藏在最深处的秘密说出来，还要保证至少有1人知道。考验人心的同时，考验了人性。这个群主到底是谁？会不会就是校门口的黑衣人？这种反人类的游戏，谁爱玩谁玩，反正老子不玩，反正老子没几年活头了，有本事弄死老子。一直站在角落不说话，穿着一身中山装的老男人，手里盘着2个油亮亮的核桃，一手推开挡在前面的人，闲庭信步的就往教室外面走。没有人劝他或者拉住他，都想看看是不是真的会死。所有人都瞪着老头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教室门口的拐角，我们都没听到声响，正准备往外走，只听一声凄凉的叫声传来，随后就是砰的一声。我们一些人往传来叫声的教室门外看，一部分往传来砰声的窗户外查看。只见教室门口的转角处有血雾在空中飘洒，还来不及沉落在地上。布满灰尘的墙壁上犹如雨点一样洒满了血珠，却不见老头的尸体。而从窗户看出去，只见老头脑袋虽然还挂在脖子上，却已经是细碎一团，脖子大动脉喷涌出的血液瞬间染红了水泥地，就像当初丁荣平老师那样。老头的尸体还未冷却，还有神经跳动。啊！在场胆小的人都已经尖叫了起来。张丽蓉紧紧地贴着我，我能感受到衣服下她正在颤抖的身体，原来她也会有害怕的时候。大家惨白着一张脸，这下没人敢不听话了。有人甚至反复拨打起了110，可惜无用。群里只剩下15人了，我有种预感，这个群最终无人生还。你们都不管我爸了吗？你们都是冷血怪物吗？等大家再次回到教室中间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和老头有几分相似的男人眼睛通红地瞪着我们质问。唐凯小声地在我耳边说，那个老头好像是学校保安，这个男的估计就是他儿子。张丽蓉也说，不用好像，那个老头以前就是这个学校的保安，后来因为学校搬迁辞职了。这个男的也就是他儿子，以前他爸还在这上班的时候经常来找他，是个孝顺孩子。对此我表示很不屑，如果真孝顺，刚刚怎么不拦着他爸点？怎么不在声音一响起的时候就冲出去，偏偏等人死了开始演了？虚伪！看没人搭理他，他也只能无能狂怒地捶坐一板凳。这时有人提议，要不从王超越开始吧，我记得以前他经常去丁老师宿舍送东西。说话的人我记得2班的班长，以前在丁老师办公室见过他。从小大男子主义很重，一直嫉妒王超越在班上比他受欢迎，只要有机会就想给他使绊子。现阶段只要有人出头就行，不管是谁了。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我，示意我赶快讲。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出了我和丁荣平老师不为人知的秘密。丁老师死的前一天给我带了一块蛋糕，白色的奶油上面点缀着红色的草莓，当时我嫌它脏，当着许多人的面直接把蛋糕扔掉了。我一直认为这件事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20年前我没有把那块蛋糕扔掉，而是开开心心的吃了，那他会不会就不会在全校师生面前用那样残忍的方法自杀？我说完之后，所有人都只是看着我，一脸茫然，显然这个秘密他们都不知道。正当我恐慌，要是没人知道就完了。张丽蓉举手了，我知道这件事，我记得当时就是在斜对面的办公楼来着。他话虽然这么说，但我从他眼中看到深深的疑惑。接下来的大家自由选择先后发言，虽然都很不情愿，但有老头死在前面，也就断断续续地讲了起来。有人说我在他的教案里放过蛆，黄小小知道，叫黄小小的人也在现场。有人说当年组织班上学生趁他转身往他身上吐口水，画水彩笔的人是我。还有人说我是当年第一个发现他和黑嫖客车震的人。秘密很多，在我看来都是那么不堪入耳。终于轮到了老头的儿子，我当年偷过他的内衣，还经常藏在他的宿舍里拍他的裸体卖钱。他说这话时，兴奋大于害怕，甚至有一丝老子真他妈带劲儿的自得感。
但他话音刚落，在场的男的除了我之外都举手表示知道这件事。滴滴，手机来消息了，周志平说的秘密不符合规则，死。周志平肉眼可见的慌乱了起来，原地左右前后来回防备。在趋利避害之下，其他人迅速远离开他。我还有秘密，还有秘密，我和我爸一起侵犯过他。不等他说完，天花板上原本静止的吊扇转动了起来，越来越快，快到周志平来不及注意这一细节，直接被吊扇锋利的扇叶将脑袋从脖子上割走了。来不及倒下的身体，血液像喷泉一样高高喷起，随后轰然倒下。现在才知道，当人恐惧到了极点是发不出声音的，但一定会眼泪鼻涕一起流，就像现在。我不知道他最后说出来的秘密有没有除他之外的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游戏的机会只有一次。周志平的死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剩下的人说起秘密来，谨慎又谨慎。不过，我也发现一个问题，群里的人基本上都是三三两两相互熟悉的人，如果他们的秘密都是一件坏事，很容易成为共享秘密的人。轮到唐凯了，有一次轮到我干坏事了，大家让我从2楼往路过的丁老师身上倒水，我粗心拿的是保温杯，里面是开水。丁老师发现是我，但他没说。唐凯说这件事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难过，但仅仅只是一瞬间。这件事王超越知道，他补充道。我的手在袖子里紧了紧拳头，还是点了头。王超越的确知道这个秘密。最后一个是张丽蓉，是我建议丁荣平自杀来证明清白的。当时他的名声那么差，影响自己，影响学校，也会影响他儿子的未来。老校长让我去的。被点名的老校长瞪大了眼睛看着张丽蓉，其他人也不可思议的在两人之前来回转。你，老校长你了半天，最后才憋出一句话。我是提过丁荣平以死证清白，但从来没让他去说过。所有人都看着那位老校长，吓得他双唇颤抖，眼神惊恐。相反，张丽蓉却格外淡定，似乎认定了老校长的话会被判定为撒谎。滴滴，微信内容果不其然显示了吴国栋撒谎。只是一瞬间，叫吴国栋的老校长在我们面前直接炸成了蟹花，大大小小的肉块七零八碎的向四周喷溅而去。离他最近的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被波及了。空气中弥漫着除了血腥味外，还有消散不去的火药味。但很奇怪，除去了人体破裂开的声音外，并没有听到炸弹的声音。或许是我们过于紧绷了。我抹掉溅到脸上的血液和肉渣，看了一眼群，群内只剩下13人了。大家的脸色都是惨白一片，即使这样也不敢动作幅度过大，就怕一不小心触碰到了埋藏在这间教室内的杀招。我偷偷地环顾四周、角落，甚至每一个花圈，只为看看是否藏着监控或者凶器。空气中的血腥味混合着尿骚味，快要把人给逼疯了，却又在逼疯前保持着绝佳的沉默。啊，终于有人在绝望中爆发了。那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斯斯文文的，留着一下戳胡子，穿着天蓝色的毛衣，如果不是上面有着斑斑点点的血渍，只会认为他是绅士。我不太记得我们年级有这么一个人，如果有，就凭这样貌我一定记得。丁荣平本就该死，不管是20年前还是现在，他都该死。你到底有什么资格给他报仇？他又有什么资格报仇？他就是千人常万人骑的婊子。他喊得歇斯底里，怒瞪着空白的地方，好像那个地方藏着背后之人。切，你爸可没少光顾这婊子。当然，你爸也总是光顾别的婊子。说话的人是一个一脸严肃的女人，脖子上还挂着工牌，上面写着光明律师4个字。瞬间，绅士男像是被捏住了7寸，不管不顾的就想冲上去打那个女人。这时，张丽蓉和唐凯站了出来，拦住了他。你忘了最后一条了吗？不能扰乱秩序。男人像泄了气的皮球，高高举起的手缓缓地落了下去。我冷漠地看着这场闹剧，勾了勾嘴角，最后无奈地放下。各位，还是想想怎么应付接下来的游戏吧。群消息又来了，恭喜第1轮游戏的存活者，接下来第2轮游戏开始啦。本轮游戏叫过家家，将由被选中的人扮演老师，其他人扮演学生。每一位扮演学生的人轮流将当年使用在丁荣平老师身上的花招重新做一次，每人10秒，否则死。时间为1小时。1不能拖延时间，2不能使用重复的花招，3不能在时间内不使用花招，4不能扰乱游戏秩序。我身体开始颤抖，生病让我无法长时间站立，更何况还有如此大的情绪起伏。这轮游戏是在迫使我们成为杀人凶手，就如当年看似丁老师是自杀，其实是全校师生一起谋杀了丁荣平老师。大家捧着手机颤抖着，无比担心自己被抽中成为老师的扮演者。我也一样，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上滚动的词条。唐双双，看着最后定格下来的名字，松一口气。很快，我们按照群主的要求，在已经贴好名字的课桌前端正地坐好。群主又发了一条消息，课桌抽屉内已经放好相应的道具，请合理使用。这时我们才发现，抽屉里全是他们曾经作恶的工具，早已埋藏在角落的记忆，这一刻全涌回到了脑子中心。按照顺序，第一个出场扮演老师的是唐双双。
他很像记忆中的丁老师，柔柔弱弱的，却又很坚韧，像一朵风中摇曳的小白花。他紧张地穿梭在每一个座位前，任由每一个学生作恶。第一个人趁着他转身的时候，向他吐了一口浓痰，浸湿了他的薄衫。随后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他们划烂了老师的裙摆，向老师扔了有毒的毛毛虫，故意踩掉他的鞋，让他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摔倒。终于轮到我了。看着已经破败不堪的唐双双，在他快要走过我的时候，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想到曾经的丁老师，终究是将带着胶水的右手狠狠地捏在了他圆润的屁股上。啊！他犹如惊弓之鸟，猛地向前跑，而她的裙子死死地粘在我的手里，停留在了原地。在场所有的男人都盯着唐双双只穿着内衣内裤的胴体，让紧绷的情绪出现了瞬间的松懈。唐双双再也受不了，哭喊着冲向了窗户，纵身一跃。小学的教学楼，即使是顶楼也不容易摔死人的，更何况这里只是2楼。但这次是例外。听到尖叫的时候，我们冲到窗户前，看到了唐双双的惨状。窗户下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放一排又一排的尖刺，唐双双赤身裸体，就那么仰躺在上面，雪白的皮肤与血红的背景交相辉映。滴滴，时间还剩半小时，继续过家家。下一位老师张丽蓉。张丽蓉站出来的时候，拉了拉我的手，乞求地看着我，但我没有搭理她。游戏又开始了，大家变着花样地欺辱着眼前的老师，比之刚才更盛。直到将抽屉里准备的道具用完，但时间还没有到，有的人没有了道具，开始自创折磨花样，扒衣服、扯头皮、扇耳光，即使这样，也就有人没了花招，或者紧张中使用了同样的花招。我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相信背后之人也是。滴滴，时间到。此时张丽蓉头戴着带刺的花圈，血顺着额头流淌着，头发被胶水凝固成一团，头皮也不见了一块，衣服上全是东一块西一块的不明液体，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最严重的是唐凯的最后一击，他的道具中有他之前描述的保温杯，里面装着开水，就那么直直地泼在了张丽蓉的胸前，导致他现在都还跪倒在地上，痛苦地嘶吼。我走上前查看他的情况，在他耳边轻声问：张主任，这样的日子好过吗？所有人都明白，这就是一场关于丁荣平老师的复仇，而复仇对象就是在座的大家。那个温柔的漂亮的女老师在20年前死了，20年后她又回来了，向每一个伤害过她的人讨要说法。缓过疼痛的张丽蓉侧头死死地盯着我的脖子，带着还没有缓过来的哭腔说：你不是小王吧？你到底是谁？我只是看着她，不肯定也不否定。我说阿姨，你别瞎说，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不是王超越还能是谁？听到我不是王超越，唐凯第一个不答应，毕竟他们本是那么熟悉的人，怎么会认错呢？不对吧？我记得王超越那家伙刚转来我们班的时候打架把头磕破了，后来那条头皮都不长头发了，现在看怎么没有那个疤了？说话的人就是带着工牌的女人，他们这是要发现我的秘密了吗？唐凯，你会在质疑中坚持多久呢？我也记得，当时就是和我打架，我让他去接丁老师的裙子，他不去，我就推了他一下，结果他摔楼梯上了。我记得那条疤大概在这个位置。矮个子，脸上长满雀斑的男人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自己脑袋的位置。这件事我也记得，当时闹到办公室，我那时候也在。说这话的人是绅士呢，我倒有些意外，原来他也见过王超越呀。唐凯也下意识地看向我的脑袋，随后又说，我怎么不记得有这种事？我俩光屁股长大的，我怎么可能会认错？我想起来了，当初扔了蛋糕骂丁荣平脏的人是他的儿子，那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根本就不是你王超越。面对众人质疑，我只是笑笑，内心里有些兴奋，终于要揭露真相了。滴滴，这时候微信又来消息，张子文、李秀重复使用花招，周周、李潇、王校尉在规定时间内使出花招，5人惊恐地挤成一团，而没有被提到名字的人像是怕被沾染什么脏东西，迅速地远离他们。没人知道他们是会原地爆炸，还是被天花板掉下的东西弄死，结果都不是。砰的一声，原本还敞开着的教室前后门，在无人的情况下自动关上了，还落了锁。这时我们才发现，门已经不是原来的门，而是改装过的电子门，窗户也是。现在整个教室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请其他人将5位失败者尽一切可能的杀死，否则这间教室将释放毒气。时间10分钟，又是一阵恐慌。王超越，你还说你没问题？你别作恶了，你这是犯法。你不是王超越，那你是谁？难道你真的是丁荣平老师的儿子？所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把我围在中间，似乎只要我真的是丁荣平的儿子，他们都有救了。我记得他儿子小时候被开水烫过，脖子上留下来烫伤疤痕。张丽蓉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的脖子。自从生病以后，我就特别畏寒，别人还在穿短袖的时候，我已经穿上了高领毛衣。我在众人的目光中不为所动。你这个恶魔，你杀了那么多人，是会吃枪子儿的。所以你认为我们当初合伙逼死丁老师就不犯法吗？没人把我的话听到耳朵里。那几个被判定要死的人疯了似的扑向我，想要确认我的身份。我没有给他们机会，直接拿下了头上的假发，一颗光秃秃带着消退不了的疤痕出现在了大家眼前。我很享受看到大家错愕的目光。
我就是王超越。张阿姨，我没记错的话，你和丁老师是闺蜜吧？他来这所学校就是你推荐的。我的话成功将大家注意力转移到了张丽蓉身上。这个我知道，我看到过丁老师向张丽蓉哭诉遇到的事。唐凯出声附和我的话。哼，果然婊子就是喜欢和婊子一起玩。申世南一脸看不起。你爹是嫖客，不也喜欢和婊子一起玩吗？你爹死在情妇床上的时候，你应该很感谢群主吧？带工牌的女生嘲讽地说。早就看不上眼的两人扭打了起来，那5个被判死的人相互对视一眼，加入了战局。一瞬间，教室里全是嘶吼声。还有1分钟，教室里突然响起了 AI 的机械声。话音刚落，教室的4个角落天花板上伸出了4条管道。这时我才看出房间真正不对劲的地方，层高变低了，也就是说天花板上另有空间。啊！砰！在众人还在反应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高个男人拿起掉落在地上的保温杯子，摁住申世南，拼命砸他脑袋。很快，人就躺在地上不动。再不动手，我们都得死。被人胁迫杀人，不会被判死罪的。众人在高个男血腥和暴力的加持下，根本来不及思考，申世南本就不在5人名单中。扭打、碰撞，所有人为了能活着，拼命的要置那5人于死地，而那5人为了活命，拼命的反抗着。这就像当初那群集体从农村转到城市的孩子一样，为了融入这个集体，为了不被排斥，努力的让自己成为那群人的一员，甚至不惜做出伤害别人的事，即使他们根本意识不到那些事都意味着什么。我冷漠地看着眼前的战局，倒计时19-8，直到最后一个数字落下，那5人才彻底没有了呼吸，同时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还有另外3人。现在只剩下5人了，我、唐凯、张丽蓉、周玉那个带着工牌的女人，秦昭高个儿男。你姓秦，你是当初那个警察？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周玉。秦昭没有说话，因为广播里又传来了声音：恭喜大家，活着来到最后一轮游戏揭秘。每一轮每一个人都要说出关于其他任何一个人不为人知的事，说错的死，说不出来的死，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这轮游戏没有附加规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5个人最后只能活下来1个。我们彼此对视了一眼，唐凯率先开了口：我知道王超越和丁老师的儿子是好朋友，每次去丁老师宿舍其实是找他儿子。张丽蓉，秦警官，你其实是丁老师前夫吧？我不可思议地看着秦昭，这是我不曾知道的事。秦昭，张丽蓉，你从来没把丁老师当闺蜜，甚至嫉妒他在学校更受老师和学生的欢迎，所以你制造了各种流言。不止如此，你和男老师在车上偷情被他老婆发现，你却伪造说是丁老师，还制造很多似是而非的照片和小卡片到处发，以此败坏丁老师。秦警官一次性说了张丽蓉2条不为人知的秘密，让他紧张到了极致。这是一场复仇，没人敢确定即使赢了游戏，但对丁老师作恶太多，会不会也被杀死？周玉、唐凯，你去年就已经在火灾死了，那现在的唐凯是谁？我们是发小，怎么会认错？唐凯把目光看向了我，他现在就是唐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不会错的。轮到我了。周玉，你当年听到并且看到了保安强奸丁老师，但你选择视而不见。周玉短暂的沉默，随后说：我那时太小了，我也很抱歉。他或许有歉意，但我没打算放过他。那你为什么告诉保安的儿子，还拍下了照片？他彻底慌了。第1轮结束，请开始第2轮。没有人被判定为死，这说明大家说的都是真的。这次周玉抢先。王超越，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你每次都以找丁老师儿子为由，其实是为了偷看丁老师那个挂在男厕所门口的胸衣就是你做的。错。喇叭里的声音刚落，周玉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一样，疯狂地撕扯自己的衣服，拿着地上的刀子不怕痛的死命地割自己的胸部。我们被眼前的一切吓到了，却没有一个人去阻止，就像他当初的冷眼旁观。周玉死了，游戏还在继续。张丽蓉、秦昭，你当初为了升职和丁老师离婚，转身娶了领导女儿。为了领导女儿满意，你故意不给他们母子生活费。你表面一直追查丁老师的死，实际上是为了找他给你生了儿子去哪儿了，因为你老婆生不出孩子。可嗨，秦昭正要说话，却被我的咳嗽声定住了，随后眼神一变，直接抓住张丽蓉就是几耳光。我要你乱说话，我让你瞎嫉妒。荣平走投无路自杀，都是因为你这个毒妇。张丽蓉只是一个女人，而秦昭孔武有力，直接简单几下将人打瘫在地上。就在他要给出最后一下时，我制止了。张主任，你有体会过被人造谣的感受吗？哦，不对，这对你应该不算造谣吧？说完，我把手机拿出来给他播放了一段视频，里面是他各种不堪入目和不同男人在一起照片以及视频，还有一段是他亲朋好友和女儿丈夫观看这些内容的表情。我们静静地等他一点一点地看完，然后慢慢地崩溃。很快，认识你的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唾弃不到你，但是会唾弃你的女儿，包括你的丈夫。还记得这把手工刀吗？看到那扇窗没？希望你做出正确选择，不然这些视频和照片还会到你女儿的单位，让你女儿的学生同事也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说他们会不会认为你女儿和你一样呢？
张丽蓉颤颤巍巍地走到窗前，拿着刀的手已经放到了脖子上。你到底是谁？我只笑笑，不予回答。只剩下3人了。我在空中打了一个响指，秦昭如梦初醒。很高兴认识你，我的父亲。秦昭呼吸加重，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听说你为了找自己的儿子，一直追查自己前妻自杀案。叫醒你只为告诉你，我就是，可是你的儿子要死了，而你将是凶手。趁着他的愣神，我就着他的手，仰身倒出了窗户。这一刻，我终于解脱了，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喜欢穿白色连衣裙、戴薄荷草手链的女人，依旧是那么美丽，那么温柔。我现在是唐凯，曾经是王超越，到底是怎么回事？秦昭崩溃地问我，可他是我们的复仇对象之一啊，我能怎么说？我也不知道。远处传来绵绵不绝的警笛声，设置好的系统在张丽蓉死的那一刻便开放了这里的网络，并报警向警方传递了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和秦昭一起被带回了警局。面对警察的盘问，秦昭百口莫辩，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凶案现场处处是他的痕迹，尤其是校门口那具直接被拦腰斩断的尸体，更别说教室里摄像头记录下的一切。你说你叫王超越，为什么视频里大家都叫你唐凯？面对警察的审问，我不想按照之前约定的话回答，因为丁东东扮演的王超越需要一个唐凯去向众人证明他就是王超越，但唐凯被我杀了。20年前那场老师联合学生霸凌丁老师、校领导包庇他们的事件，终于真正落下帷幕了。当初我没有勇气站出来，现在我想还原曾经的真相。20年前，我正在乡下读小学5年级下学期，教育整改，村上的小学不能开了，要求逐步关停。我们面临转校，最先转的就是我们年级，20来人被分配到好几个班里，每个人都显得孤零零的。城里的学校什么都好，就是不怎么看得起我们这些转来的。为了合群，也为了证明我们不土，我们这群农村来的，拼了命的跟着城里人学，包括欺凌老师。那时候不懂，只知道当你向丁老师身上吐了一口痰，城里学生就会和你说话。有了第一人，就会有第二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的行为越来越过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那么讨厌丁老师，或许他们都没明白是讨厌还是发泄。我是例外，但也不是什么好人。我无意间和比我们低1年级的丁东东成了朋友，刚开始我不知道他是丁老师儿子，后来知道后，我没有选择离开，只是要求不要告诉别人我们是朋友。就是因为这一决定，让丁老师面临了更多非议，认为他是荡妇，连学生都不放过。明明那时候我都还是个萝卜丁，可同样是萝卜丁的同学们又懂什么？无非都是大人的斗争，利用上小学生。丁东东是个早产，还是单亲家庭，智商很高，却从小容易生病，心思还敏感。我一直认为让他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那些人真的该死。所以，当年被他小姨带出国的丁东东找上门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帮助他完成复仇计划。至于秦昭，东东身体不好，很多事情不好办，秦昭是一个很好的利用对象。本来只是为了报复当年他包庇保安父子强奸丁老师一事的，没想到里面还有那样的隐情，更没想受害者是自己前妻的情况下，他依旧能包庇凶手，死得一点也不冤。只是可惜，到最后丁东东选择了原谅我，那些不利于我的证据都被他处理干净了，还在他的工作室伪造了一份我的心理治疗档案，其中包括他对我使用过催眠的过程。但其实那份档案是秦昭的，也是周玉的。在丁东东的设定中，我还是他那个不能拿到明面上来的朋友，只要我不自爆，我依旧是当初明哲保身的王超越。